观众老爷们晚上好，欢迎来到科技城，这是一个陪你一起成长的频道。咱今天来聊一个当前最热门的话题 AI。 随着 ChatGPT 4.0 的登场，大家都应该意识到 AI 这次是玩真的，大厂们纷纷入局，推出自己的大模型。当然这些可能和咱普通人没有关系，但是 AI 到底是什么，和 AI 最核心的机制机器学习，你真的理解了吗？别担心，今天我要讲的内容你奶奶也能听得懂。废话不多说，我们正片开始。什么是人工智能呢？其实早在1950年图灵发表的著名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提到的图灵测试，即小帅正在和小美和电脑同时聊天，在聊天的过程中，如果小帅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电脑，哪个是小美，那么这个计算机可以被认为具有智能。小陈觉得这个定义虽然狭隘了人工智能的范围，比如智能驾驶和自动生成图片、视频，它是解释不了的，但是其简单明确、科普性强，使图灵测试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为后续的研究和探索奠定了基础。那么现在我们直接来问问 ChatGPT 什么是人工智能好了。人工智能是计算系统模拟人类的智能的能力，使其能够完成需要人类智能的任务。很明显，这样的定义显得 AI 更加强大了，不再是在聊天中让人类分辨不出谁才是电脑，而是成为人类的助力，帮助人类解决问题。也正是因为 AI 如此强大，我们才会担心我们会不会被 AI 淘汰。但是小陈想说，你不会被 AI 淘汰，你会被比你更会使用 AI 的人类淘汰，这也是我做这期视频的意义。想想以前如果你想让计算机帮你完成一项复杂的任务，比如说自动生成一份月度销售的报告你可能需要很多繁杂的工作，这个流程呢就由我这个工作3年但是却有5年工龄的程序员陈来说好了。首先呢，你要学会一门编程语言，比如说 Python 或者 Java， 然后你需要写一堆的代码，比如说你要编写一个程序来读取数据、分析数据，并且生成报告。写完代码之后呢，你还需要反复的调试，可能会有 bug 嘛，确保没有错误。整个过程你是非常耗时耗力的，并且要求你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这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个相当麻烦的事情。但是现在有了像 ChatGPT 4.0 这样的 AI 助手，一切就变得简单了起来。你只需要用纯自然的语言，比方说帮我生成一份月度报告， AI 就会自动帮你完成这个任务，你不再需要写一行的代码，整个过程非常简单快捷。想象一下，你以前你要像一个指挥家一样亲自指挥每一个步骤，安排每一个细节。现在呢，你只需要说一句话， AI 就能帮你搞定了这一切。那这样的体验肯定是非常棒的，看来 AI 真是个提高生产力的好手。但是你可能会说，这明显是程序员的事情，那其他工种它不一样啊。那现在比如说你要给他为一篇英文的文章，你要让他翻译翻译，总结总结，那对他来说仍然是小菜一碟。那你即使这样，你仍然感触不深，是吧？那正好快要 deadline 了，你还有30篇英文文章没有搞，那你只要给 ChatGPT 5分钟，它就能帮你搞定30篇。数量到达一定限度之后，质变就开始了。虽然现在 AI 的能力毋庸置疑，可是要知道，在1980年代以前大部分人仍然认为 AI 是一个骗局，算力不足，数据不足，算法和理论都不成熟，这些都是制约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在这里小陈并不打算把算力、数据、算法这些逻辑放进来，因为我们都是非专业人士，说不清楚，不妨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想。既然我们希望计算机的智能能达到人类的水准，能帮人出谋划策，那就
我们比一比计算机相比于人类有哪些不足，然后我们补足了这些问题，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首先，人类拥有丰富的感官，通过眼睛去看，通过嘴巴去说，而这些计算机同样都能做到。它有高清的摄像头来看，麦克风来说来讲，但这些获取的数据对于机器来说不过是一串无聊的零一数字，机器无法知晓这些数字背后的意义。所以计算机缺少的不是高性能的感官，缺少的是像观众老爷一样聪明的脑袋。既然咱这么聪明，是吧？现在我们就把科学家的活抢过来，解决如何让 AI 拥有聪明脑袋的问题。为了回答如何让 AI 拥有聪明脑袋的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人类是如何拥有聪明脑袋的问题。人非生而知之者，但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我们在环境中历练成长，从学校中学习知识，从工作中锻炼技能，从橙子的视频中学会点赞、评论、小铃铛。既然人能够在环境中成长，如果机器也能在环境中成长学习，那么机器也能很聪明。这就是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一方面，机器学习是一种理论，让机器能够学习，并且通过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性能。另一方面，机器学习也是一个具体落地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将深入了解机器学习，内容上可能会比较硬核，如果你对纯理论不太感兴趣，可以跳过去，但我会尽量说的通俗易懂。如果观众老爷耐心看完之后并且懂了，请把就这儿打在评论区。想象一下，你是个电影投资人，同时你又是个科技咖，这真是个让人火大的假设啊！由于工作的需要，你决定设计一个应用来预测电影是否可以大卖。那应用预测大卖的，你才会去投资，不去大卖的，你理都不理人家。这就是基于机器学习落地的应用。首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何定义大卖？因为大卖是一个相对模糊、依赖主观判断的词语，在数据说话的地方，它不够清晰。你需要重新定义大卖。票房收入大于成本的2倍，且纯收入大于4000万美元的电影就是大卖电影。我简单定义了一下，就是为了说明这个例子啊，现实生活中可能这个并不太恰当。这个重新定义的行为称之为目标设定。有了目标之后，你开始收集数据，你在豆瓣、IMDB 等数据库里面社交媒体里面收集到这些过往的电影数据。那数据的属性可能有名字、上映时间、主演预算以及导演的知名度等等等等当然肯定有你最感兴趣的票房成绩。这个动作就是数据收集可能有些数据呢其实还是不能直接使用的，因为数据中可能会有一些缺失值、错误值，你需要做的是你要删除或者是填补这些错误的数据可能还要修正一些异常高或者异常低的票房记录，用来提高数据的质量，避免模型受到无效或者是错误数据的影响即使你获得的数据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但是仍然需要调整。你想一下，我们的目标是纯收入大于4000万美元，假设电影拍摄在1950年，那这个目标恐怕就很难达到了，是吧？所以聪明的观众老爷应该已经想到了，你需要把通胀还得考虑进去。具体的方式就是以2024年作为基准年，根据电影不同的上映年份缩小或者是放大它的电影成绩。刚刚提到这2种方式分别是数据清洗和数据调整。那紧接着根据调整后的票房收入是否大于成本的2倍，且纯收入大于4000万美元，来标注电影是否为大卖电影。这个动作就是数据标注。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数据属性都会对这个电影预测有帮助，比如说电影的名称、电影的制作公司的电话，这些属性和电影预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会直接把这些属性给剔除出去，留下来的数据属性如导演的知名度预算等等就会转化成特征了，这就是特征选择。所以特征也是从数据中来的。还有情况就是为了提升特征的表达能力我们会从数据转化成更具代表性的特征，比如说将上映时间转换成
季度或者月份。我们举个例子啊，3月1号的电影 A 和4月2号的电影 B 都是爱情电影，都比较火。细听一下啊，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我现在将时间转化成季度，大家再听一下啊。春季上映的爱情电影票房都不错，春季爱情是不是感觉表达能力瞬间就强了呢？这个把数据转化的过程的动作称之为特征提取。在这里我们先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啊。我们一开始我们重新定义了大卖，将大卖数据化，这个行为称之为目标设定，然后开始收集数据，将错误的数据进行数据清理，这个行为就叫数据清理。有些数据不是错误的，但是仍然需要调整，比如说通胀，这个行为称之为数据调整。调整之后我们就能对电影进行标注，看是否大卖，这个行为称之为数据标注。有些数据呢，比如说制作公司的电话和预测电影关系并不大，那留下来的就是特征啦，那这个动作叫做特征选择。有些属性需要提取一下，比如说具体时间转化成月份，让数据表达得更好，这个动作称之为数据提取。那专业的老爷肯定会说这些行为肯定不止这些啦，没错，但是为了科普我就找了这些适合这个例子的行为啊。重点我们关注的是数据和特征。接下来我们就要做最重要的事情，建立模型。但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模型？模型就是我们所求能够预测电影是否大卖的成果，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个应用，可以是个网站，也可以是个小程序。我们都知道啊，数据中有一部分是大卖的电影，有部分是不大卖的电影，那我们如何区分它们，就是我们建立模型的逻辑。由于影响电影是否大卖的特性实在是太多了，想象一下，只有一个特征了，比如说预算成本。现在我们通过统计，将预算成本将电影分为2个部分，高预算电影和低预算电影，然后我们分别对这2部分电影进行统计。还记得我们做了一个数据标注了吗？所有电影是否大卖我们都知道了。在这里啊，我们假设高预算电影都是大卖的，或者是大部分大卖的，而低预算电影都是不大卖的，这个和现实不太对照起来，大家先这样听一下啊。那么将来预算大的电影一进来，那模型就预测它是大卖的，但这个也仅在一个特征的情况下，更多的情况是预算多的电影55%是大卖的，那么将来预测高预算电影，你预测它大卖，几率很高你会翻车啊。所以单一个特征预算无法左右一个电影是否大卖，我们需要更多的特征。这么说吧，高预算、好导演、好演员，在合适时机上面上映合适的题材的电影会大卖，这个也算是知识回归常识的一个说法了。那模型怎么建立呢？我们需要更多的特征帮助我们去区分，不再是一个，是多个。预算成本是否超1亿，将所有的电影分成2个部分，超1亿的和不超1亿的，然后再将这2部分电影通过新的特征继续分割，比如导演的知名度，随着划分越来越深入，到达一定条件就会停止划分，将这些电影进行一个统计，通过数据来统计成大卖或者不大卖，就如图所示。看到这个图大家估计会很懵逼，和大家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不应该是整齐划分的吗？说的就是你，制作预算高就是大卖，你真的很特别啊。但是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还是那句话，你听不懂就是我说的不好。首先我把这张树形图转化成一条条规则，这样大家看的可能更舒服了啊。在这里模型也可以认为是一条条通过数据总结出来的经验规则。我们已经知道了为什么大卖了，数据决定的。比如说低制作预算、导演知名度高的夏季电影就大卖，春秋冬就不大卖，因为夏季那波数据统计下来就是大卖的，其他统计下来就是不大卖的。那么将来再来一部夏季上映的知名导演的小制作预算电影，我们就会通过模型预测，就会投资它。接下来我会自问自答一些问题，算是抛砖引玉。观众老爷如果听完还有疑问的，欢迎在评论区提问。第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开始统计大卖或者不大卖？怎么会有高有低的？怎么一个高预算就直接开始统计，并且统计成大卖了，这么豪横啊？首先，统计的原则只有一个，
纯度，纯度够了就开始统计了。那纯度又是什么概念呢？纯度高代表着都是同一类别的电影，纯度低就代表着大部分都不是同一类别的。在这个例子中间只有2个类别，大卖电影和非大卖电影，结合一起来说，就是如果当前电影大都是大卖电影了，那就不必再分裂下去了，就直接统计得了。比如说高预算的电影都是大卖电影，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可能和现实情况有一些出入啊，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说啊，就拿这个特性高预算来说，都是同一类的，纯度够了，那都是大卖电影，就不必再分裂了，开始统计了。这也是有高有低的原因，因为一旦纯度到了，就不必再进行下去，开始统计了。那第二个问题，如何统计？毕竟那个集合的电影不一定全是大卖的，或者是全不是大卖的，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它是按照百分比的。比如说电影集合中有 70% 的就是大卖了，那么我们就会把它统计成大卖。那么这个 70% 的阈值是谁规定的呢？人为规定的。第三个问题，预测结果一定是准确的吗？预测结果不一定是准确的。首先，即使是过去的电影的统计都是按照百分比的，不是100%的，那更不要说将来的电影了。更深入的原因是，质量差的数据可能会导致模型的质量差。在这里我没有讲数据特征模型的衡量标准，比如召回啊、精确率等等，有兴趣的可以给我留言，我们可以再讲一期。第二点，电影的成功还受到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社会热点、竞争电影的表现、突发事件等等，这些因素呢，其实很难纳入在模型当中。第三点，观众的兴趣和偏好它是迅速变化的，它是难以预测的。比如说上一部电影的题材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一旦到现在，那可能就变了。第四点，同期档的其他电影的表现也会影响这部票房的成绩，那这种竞争效应啊，它是很难再预测和量化的。第五点，现有的 AI 和机器学习技术在处理非常复杂多变量的预测任务时，可能还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确定因素。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机器学习啊，机器学习是一种理论，让机器能够学习，并且在学习中提高智能。同时呢，机器学习又是一种可以落地的方法。数据、特征、模型是构成这个机器学习落地的最核心的3个要素，当然也包含了串联这3个要素的好多 action， 包括数据收集啊、特征选择等等等等，并且我们用了一个例子串联了所有，也学习到了纯度、统计方式以及数据预测可能会失败以及失败的原因。现在回到 AI， 还记得我问 GPT AI 的定义吗？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系统模拟人类智能的能力，使其能够完成需要人类智能的任务。模拟，为什么是模拟呢？因为 AI 系统还不能像人类一样真正的思考和理解这个世界，它是通过复杂的算法和大量的数据训练出来的。就像刚刚提到机器学习AI 是表现的具备智能，从结果上看它是智能的，那从根本上看它又不算智能。这个问题就像是一个傻子被训练的像一个聪明人，那他到底算聪明人还是傻子？所以我紧接着又问他，模拟的智能算不算智能？他的回答是，能够模拟人类智能可以被视为一种智能，但是这种智能是否等同于人类智能，仍然是一个复杂而富有争议的回答。这个回答非常端水啊，观众老爷，你们觉得呢？在评论区告诉我。最后感谢大家耐心陪伴我讲那么久订阅的点一点防止迷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